相传在日本有一个不成文的禁忌，就是过了晚上12点，你可千万不要一个人坐地铁。如果上了车呢，也不要和车上任何人说话，而且一定要在到达终点之前下车，否则你就可能会到鬼站如月车站。而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的都市传说。有一个女子乘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，却被地铁带到了一个现实当中不存在的车站，并在一个异度空间待了1天，但在现实世界里边，她却失踪了7年。这个故事在日本可谓是家喻户晓。那么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个不存在的车站是通往阴间的中转站，还是另一个平行空间呢？我们今天来聊聊如月车站。2004年1月8号的晚上11点14分，日本某个知名论坛的超自然板块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求助的帖子，只有短短的2行话，但那个语气当中是充满了惊恐与无助。帖子是这么写的：虽然可能只是我的错觉，但大家可以听一听我的遭遇吗？我正在乘坐地铁回家，可我感觉现在经历的一切绝对不正常。就这短短几句话，就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一扇通往诡异世界的大门，瞬间勾起了网友们的好奇心。大家纷纷追问：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当时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即将见证的故事会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市传说。发出帖子的人网名叫做连剑，当然这是中文翻译，自称自己来自日本中部的静冈县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。每天下班之后呢，他都会搭乘从新滨松站始发的地铁回家，朝9晚11。2点1线已经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了。可就是在这天晚上，一切就都变了。连剑像往常一样加班到11点，下班之后就匆匆赶到新滨松车站，登上了那辆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末班地铁。上车之后就在座位上看手机，过了许久，他才察觉出有点不对劲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趟列车平均每5分钟到8分钟，最多是8分钟，就会停靠一次站台呀。可这次似乎已经走了20多分钟了，这车没有停过一站。此时此刻更是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，他却有点慌了。他打算问一下同车的乘客，但是整个车厢加上他总共才6个人。其他5个人都低头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车厢里边可就充满了诡异的气氛。他就在论坛更新了帖子，是这么说的：可能就像大家所猜测的那样，也许我只是不小心上错了车，或者列车的站点发生了调整而已。我要冷静下，等待一段时间，看一看接下来的情况。如果再有什么奇怪的事情，我会尽快通知大家的。而此刻的论坛里，网友们早已炸开了锅了。短短几分钟，连剑的帖子下面跟帖就有几百条，热心的网友纷纷在给这连剑出谋划策。有的网友说，建议你去车头或者车尾查看一下车长室的情况。还有的网友想到了一种最坏的可能，如果是驾驶员不幸发生了急症的话，那么你们目前处境就非常危险了。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，连剑即将遭遇的比最坏的可能还要糟糕。时间来到了11点44分，距离他上车已经过去40分钟了。可列车就像是脱缰的野马，在轨道上是狂奔不止，丝毫没有停靠任何站台的迹象。连剑有点急了，他再次更新帖子：我得去车长室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然而当他来到车长室，却发现窗户被遮挡得严严实实，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。
他试着敲了敲门，可是门的另一边没有丝毫的回应，仿佛那里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。此时他的帖子下面的跟帖已经超过上千条。网友提醒，可以注意一下列车在行进途中所经过的站牌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确定自己的具体方位。但连健还没有来得及确定方位，就遇到了那条奇怪的隧道。0点19分，他在帖子里更新道：我发现这班列车刚刚经过了一个隧道，真奇怪，我很确定，以前我乘坐地铁回家的时候，这条线路上绝对没有出现过隧道。我能看到不远处有一个车站，列车的速度也在慢慢的下降，似乎是准备停靠在那里。终于要到站了吗？很快，6分钟之后，连健再次更新，列车终于停靠在了站台外面，站牌上所显示的站名为如月站。但是我从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站名啊！我已经来到了车厢的外面，这座车站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空荡荡的站台在夜色下极其的诡异。这样的场景让连健再次感到恐慌。而此时论坛里的帖子不断的刷新的跟帖，网友们议论纷纷，有人提醒连健，你千万不要下车，最好坐到终点。因为你现在下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但为时已晚，连健已经下车了，站在如月车站的站台上，迷茫地打量着四周。没有灯光，没有时刻表，更没有候车的乘客，只有站台上的站牌上显示着如月车站，甚至没有标注上一站和下一站，就像是一座被遗弃的车站。周围被一片树林和荒山紧紧包裹着，看不到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。论坛里边有网友特意去网上查找，可是无论怎么找，都找不到关于如月站的任何的信息。网友回复他说：我查遍了日本境内所有的地铁的站点，根本就没有如月站。有网友甚至发现，如月在日语里的发音和鬼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。难道这是一座鬼站吗？还是说这里是通往阴间的中转站？甚至可能这里已经在阴间了。此刻，连健也在自己的手机上打开了定位，他想确定自己的位置，但手机定位一直显示错误。迷茫无助的连健只想离开这个陌生诡异的车站，赶快回到列车上去。当他转身时，却发现列车已经缓缓驶出了站台，渐渐消失在了夜色当中。连健被遗弃在了这个现实当中不存在的如月车站。凌晨0点48分，连健再次在论坛向网友求助，语气中充满着惶恐和绝望。他说自己与父母通了电话，但父母找遍了地图也找不到如月车站。他又给警察厅报了警，但警察告诉他，这个地方根本不存在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认为这是恶作剧，认定连健是在报假警，将他训斥了一顿。网友建议他应该先走出车站看一看，如果沿着铁路往回走，应该可以找到原来的位置，这或许是此刻唯一的办法。连健听从了网友的建议，开始徒步沿着铁轨的反方向走去，一直到凌晨2点，连健才再次更新帖子。他告诉大家，自己似乎听到了一些诡异的声音，像是铃铛的响声掺杂着敲击太鼓的声音。听起来好像不远处有人在进行某种祭祀活动。所谓的太鼓是日本的一种乐器，一种鼓形状像是一个装红酒的酒桶，主要用于一些祭奠活动当中的演奏，象征着驱赶鬼怪。这个情形就好比在咱们中国荒郊野岭当中，突然隐隐约约听到唢呐声吹起来的丧曲一样。
连健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致。这个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：“喂，在铁路旁边走路是很危险的。”回头一看，远处有一个老人，这个人只有一条腿。连健闭着眼睛再睁开，空无一人，吓得他开始疯狂地跑起来。终于跑到了来时经过的隧道口。他在论坛更新说：“我回到隧道口，看到隧道的名字叫伊佐冠，准备尽快通过隧道。如果一切正常再通知大家。”网友们纷纷给出加油的回复，之后也都搜索了关于伊佐冠隧道的具体位置。可是让众位网友惊恐的是，伊佐冠隧道同样并不存在。直到凌晨3点，连健才再次更新。他说自己已经走出了隧道，终于看到了其他人的存在。有个人站在隧道外不远的地方。接着连健又说，已经与那个陌生人交谈询问过了，得知这是一个叫做比奈的车站，距离起点新滨松车站大概有100多公里。那个陌生人还表示自己的车停在不远处，可以载他离开。网友们又为连健着急了，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，大半夜遇到陌生人，怎么能跟他走呢？大家纷纷跟帖劝，千万不要靠近那个人。但是几分钟后，连健更新道：“我已经坐上了他的车了，手机快没电了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先关机了。”这条帖子更新之后，连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时间定格在了凌晨3点44分。从连健上车到最终消失，大概4个小时。此后，不断有网友涌入论坛，讨论那个不存在的神秘车站。如月车站的诡异事件成为了日本最知名的都市传说。有网友发帖称，自己曾经误入过如月车站。一位网友说，他在关东地区搭乘地铁，在过了千叶之后，才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奇怪的车站。窗外的站牌上写着如月车站，而且这里的时间呢，比网络上的时间快了1个多小时。当晚关东地区明明传出有5级地震发生，但它却一点震感都没有。另一位网友呢，也叙述了自己经过如月车站，在2005年，自己从福冈坐地铁前往久留米，上车之后一直在看书，没注意时间。当他朝窗外望去，发现地铁经过一座古老的铁桥之后，就停靠站台了。站牌上写着如月车站，但据这位网友描述，如月车站的站牌上标注着上下站的名字，分别是雅米站和鱼米站。而在日语里边，雅米的意思是黑暗，鱼米的意思则是黄泉。而幸运的是，这个网友当时没有下车。地铁再次出发后，顺利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久留米车站。上一站黄泉，这一站如月，下一站黑暗。难道所谓的如月车站真的是阴曹地府吗？从此再也不能回到现实世界了吗？然而，时隔7年之后，大家都会把这事忘了。连健的论坛账号再次更新，他又出现了。他告诉大家，自己上车后，司机就一直开，直到一片强光出现，车子才停了下来。而当时的司机就像是着了魔一样，开始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。这个时候，强光里跑出来一个人，拍打着车窗喊道：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不应该在这里，赶紧下车！”连健回头一看，司机莫名其妙消失不见了。他吓得赶紧下车。车外的人告诉他往强光里跑，但他跑了很久，穿过这个强光之后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静冈县的车站。黑夜也瞬间变成了白天，他的父母就在车站等他回家。
之后呢，他才发现自己在那个不存在的如月车站仅仅过了一夜，在现实中却已经过去了7年了。最后，他在帖子里说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从此他就消失在了网络上，再也没有了踪迹。如月车站的传说依旧还在网上传播着，日本甚至将它拍成了电影，但至今没有人能够解释其中的奥妙。连健所说的到底是真实的遭遇，还是他编的故事？如果是真实遭遇，那么这个不存在的如月车站到底在哪里？是阴间地府还是平行空间呢？有人说，如月车站可能在平行时空，就好像百慕大三角消失的飞机一样，飞机里边上百名乘客，感觉只过了不到1个小时。但当飞机落地之后，现实社会已经过了8年了。这与连健在如月车站4小时，外界过了7年的经历如出一辙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如月车站事件就像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了，笼罩在人们心头，让人不禁怀疑这个看似熟悉的世界，是否真的存在着一些我们无法理解、无法触及的神秘力量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在某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来碰到。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是否真的存在进入另一个时空的节点呢？你有过类似的遭遇吗？或许有一天，这一切的答案能够揭晓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